大家好，现在是美东时间11点，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直播，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这2年的行情啊，确实是非常的惊心动魄，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本周的行情。这种大行情，基本上一年能有那么几次。如果说能够做得好的话，基本上你这一年做1-2次，你可能比你天天盯盘的效果还要强。但是如果说做不好的话，那么正好是相反的。所以说这种极端行情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难把握的。如果说你是追涨杀跌的话，那么这种行情是非常非常难把握的。在还没有那个会员朋友们提问的时候，我先说一下这个标普指数。这样的话，可以在等待其他会员朋友们进入直播间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先分析一下。这样的话，大家看回放的时候也是可以那个有东西看的。那么先说一下这个标普指数，今天是跌破了这个我们一直说的这个位置，就是这个5853，但是呢是一个低开，然后一个高走的一个状态。现在跌破了它之后，我们就看它这个反弹的力度，看它能不能够回到前面这里1小时上是有一个中枢的，对吧？如果说继续往下沉的话，我们之前说过，下面有一个中枢给我们观察。如果说回到这里面来，那看一下这里有一个120天均线爬上来了。这个均线爬上来之后，看能不能踩一脚均线，然后一个反弹走反向，对吧？因为如果说跌破了5853之后，那么意味着就走反向了，就跌破5853还要回到中枢里面来。如果说只是跌破5853，但是没有回到中枢里面来的话，也问题不大。你好，一凡朋友，你好。可以提问一下，你关心的个股，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你关心的股票。我们把这个标普说完，然后今天一个低开高走，但这个低开高走其实是有迹象的。我们在这里面说一个马后炮吧，也算是低开高走。我一直在等的就是这个低开。虽然说马后炮的话，因为我们这个频道也不是实时的，也没有什么群，所以说也只能说一些马后炮。但是我说一下我为什么等这个低开的原因。我等低开的原因就是因为2个中枢了，1小时上这个当时是一直没有结束的，在这个没有低开之前是在等这个 PCE 数据。那么在这个 PCE 数据之前，这2个小中枢在5分钟上已经有2个小中枢了，我一直在等的就是这个低开。一旦低开之后，就会出现背驰，就立刻可以出现一个破底翻的一个状态。我们看一下5分钟上是不是这个状态，从6085下来。为什么我一直说你要学点技术，然后你不是没有漫无目的的等待？我们从来都不是漫无目的的等待，对吧？这里是上面有一个非常清晰的5分钟中枢，然后这里在昨天出现过第2个5分钟中枢，这2个中枢你只要学过缠论都可以很容易的画出来。这2个中枢你只要学过缠论的话，那么今天因为 PCE 数据的一个刺激，一个低开，直接就造成了这段跟前面这段出现了背驰，只要一开盘就背驰，对吧？你如果说能够交易盘前的话，那就更好了。但是如果说不能交易盘前，这个一开盘就能买，这个是不需要你去猜呀、赌啊什么的。这个按照我们缠论里面，这是一个典型的趋势下，2中枢趋势下一个博这个反弹，这是非常非常容易的。所以说想抓拐点不难，前提是你有没有那个耐心呢？钱很多时候机会天天都有机会，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也没机会，那个也没机会，机会天天都有，问题是你能不能够抓得到，问题是你知不知道在等待什么，对吧？那像我们学过缠论的，那这种机会你不是信手拈来吗？对不对？所以说机会随时都有，看你能不能够抓得住。那么现在已经回来了，那就看这里这个反弹的强度，
一定得不能够被再拉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一定要非常强。那么走的强一些，起码要到200均线这里，到200均线这里可能一个弱回撤，然后继续往上走，得以这种力度才可以，才能继续往上拉伸。如果说只是到了200均线，这个画图软件有点卡。如果说只是到了200均线，然后一个回来又拉回到中枢，那就偏弱了，对吧？那么这也是一个200，但是这个中枢是这个级别相对是比较小的。那么最好的情况就是这个力度非常强，然后回来不回到中枢里面，还是一个2、3买重合的一个5分钟小买点。如果说给到这个的话，可以继续尝试，对吧？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期待是1小时上这个第4。所谓的这个反弹，现在还只能看作是反弹，不能够看成是反转。现在还只能是看成是反弹，因为它这个从6085下来这段是没有背驰的，跟前面这个进入段比较没有背驰，所以说这现在还是看反弹。那么我们可以用黄金分割，现在已经顶到0.382了，对吧？看今天最好是能够到5988，也就是6000附近吧。取整的话就是6000附近，最好是能够打到6000附近，这样的这个力度才够强。然后一个回来可以做2买，现在的周期是1小时上，所以说就看这个5分钟这段的生长能不能够生长出到6000附近。那这样的话，那么有希望的就是日线上再回到日线。我们现在通过5分钟、1小时再结合日线来分析。如果说真能那么走的话，那这里还是在做中枢。这里2个中枢有接触，中枢升级了，升级之后还是可以往上生长的，对吧？所以说很多人一跌就害怕啊，一涨那个就喜欢追涨杀跌，追涨杀跌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最没有技术含量的。那么牛市的节奏我们不能不会不清楚吧？牛市的节奏就是快跌慢涨，对不对？这种快速下跌，像这个周3的这种快速下跌，就是牛市的一个典型节奏，快跌是牛市的节奏。所以说你在跌的时候，你一定要睁大你的眼睛，看着你经常盯的那些票，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你的股票不能太多的好处了，对吧？你手里拿个10只8只，你根本盯不过来呀。在这么变化这么快的市场的时候，你如果说手里的票太多的话，根本盯不过来。你只有挑选那些精选个股之后，那几个你长期看好的，这种大幅下跌的时候，就是你进场买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不买，难道你是追涨去买吗？对不对？很多人天天说这个没有机会，那个没有机会，跌下来了你不敢买了，天天抱怨这个抱怨那个，那你说天天在市场里面以这种心态的话，你不可能拿得住股的。所以说下跌不是什么坏事，那么我们是有准备的等待，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那个敢于出击，对吧？那但是也不是盲目的出击，我们是有目的的等待，对不对？就是说交易并不难，前提是你懂不懂，然后还有没有那个耐心等待机会的出现，不要轻易出手，尤其是那个进场买的时候不要轻易出手。卖的时候可以稍微大胆一点，毕竟我们禅师也经常给我们说这些类似一些那个箴言，对吧？股市里面的箴言，卖的时候大胆一点，买的时候谨慎一点，你这样的话你整个节奏是对的。那么这是针对这个标普指数，那么现在就看它怎么选了，对吧？如果说5分钟上这个节奏能够继续向上快速往上拔的话，一定要快速脱离这个中枢。只有快速脱离底下这个中枢，才可能不被拉回来。这是我们之前经常说的，这个中枢就像一个星球，你的逃逸速度不够大的话，你就跑不出去，就很容易被拉回来。所以现在盯着这个标普的话，就盯着这个中枢就好了。但是因为这个级别相对比较小，那么有能力你就做，没有能力的话，肯定就是场外观望就好了。这是针对这个标普，这个一凡朋友有没有你关心的股票？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你的个股。如果没有的话，我再继续看一下其他的这些。比特币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一下今天。比特币我之前也是一直在提醒这个一个小五浪的一个尾段，从49000这里日线现在这个结构，这是一个中枢，然后一个五浪的一个上涨。
在这个位置我一直说这个没有力度的往上拉升的时候，第5段相当于是一个尾段的一个状态。那么你上不去的话，它这里就要回来做中枢，对吧？那么它确实是回来了，不论是什么原因吧。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在美联储的这个利率决议的时候，有记者问美联储主席说：“你们有没有计划购买比特币啊？”美联储主席当时说的是，说是他们没有计划。说法律第一不允许规定，法律规定了他们买什么，所以说他们是不能够购买比特币的。然后呢，他们也没有计划要做这个事情。这是当时记者在这个美联储这个利率决议的这个记者会上，当时就因为这一段的这个对话出现了一个快速下跌，对吧？那么现在比特币想要往上走的话，必须有这个也许就是要等到更多特朗普上台之后。更多的跟比特币相关的一些政策出台，才能够推动。现在呀，其实是更多的国家看看有没有，比如说中国啦，还有欧洲啦，还有那些大的那个财团，或者说那些大的公司，像大科技公司。之前有那个消息说，微软他们也要把他们的资产的一部分，比如说1%、2%拿出来要购买比特币。但是之前我只是偶尔瞅到一眼那个消息，但是具体的我没有去跟踪它。也就是说，继续推动比特币上涨的一个动力的话，也就是这些大的企业，他们开始慢慢的要配置一些比特币的话，才能够让比特币继续往上爬到现在是10万到20、50、100，对吧？因为只有这些大家伙、大机构进场的话，才能够继续推动比特币的价格往上涨。但是因为比特币现在出现了一个比较不太好的，就是它这个月线上出现了一个非常长的上影线，月线上有了一个非常长的上影线，现在本月，对吧？这个是偏空的一个状态，就短期的话它是偏空的。那么这个反弹也够比了，这个反弹在月线上也够比了。所以说，现在就看这个回撤的这个空间了。我们把这个图形给纠正一下，对吧？现在是本周现在已经把上周的 K 线给包含了，现在出现了一个包含 K 线，这是那个传统理论他们叫运线，对吧？现在是一个包含关系的。那么这里出现一笔回撤的话，还是可以进场的。那么针对前面这个起涨点4万9的话，看看能不能够踩一脚这些黄金分割的这些位置，对吧？踩一脚8万5，甚至是更低。但是这个因为马上特朗普1月20号就要上台了，但是这个时间上，现在看时间上不知道现在空头啊能不能够在短期之内把比特币砸到那些位置。但因为他1月20号就要上台了，所以说只有短不到1个月的时间，刚好1个月。今天是12月20号。那么1月20号，特朗普就要上台了。那么在1个月之内，他能不能够把它往下砸一砸？因为现在这个回撤还不够比，但是今天是一个非常长的下影线，这种线呢，说明这个也是市场出现极度恐慌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又快速拉回来，也是因为一个 PCE 数据的一个刺激。所以今天这个数据驱动行情特别明显，你如果说在没有准备的时候，或者说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很容易追涨杀跌。这种行情在极度恐慌的时候，就非常容易追涨杀跌。所以说，我们宁可不做。很多时候你不动的话，都比你烂做强。这个在我之前，即使在我现在，有的时候也确实是怎么说呢？就是空闲时间有的时候比较多的时候，就闲得无聊的时候，会做一些没有去根据纪律来进场或者出场的一些交易。其实这个有的时候也是我们的人性里面掺杂了一些东西。那么这是针对这个比特币。好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有朋友现在已经在提问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刀敏朋友问的 AMD 啊。基本面的话，我就不再重复我的观点了，对吧？我在我的直播中已经说过多次我对 AMD 的一个观点，但不影响你们的一个进场，对吧？所以说我们只是来分析它的这个图形，然后看一下他说的AMD 的话，
技术上我们看一下技术上，现在是118是最低点118，已经把前面几个低点都打掉了，对吧？就把这个低点都打掉了，这是一个还是趋势还是比较强的，下跌的趋势还是比较强的，对吧？现在是踩到了这个120周均线这里，但是这个周线的下跌，就从174下跌这段，快慢线的张口张得大。没有收缩的迹象，说明这个174下来这段的话，动能还是很强的。就是说，它的小周期次级别的这个周期的动能下跌的还是很强的。我们先比较一下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今天是踩到了0.618了，对吧？进 AMD 的目的是追它家的价值回归，是吧？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你只要有依据就好的，不要蒙或者猜。这个是你只要有依据，然后成本和仓位能够控制好的话，没有问题，进什么都可以。所以我只是因为毕竟每个人的判断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也只是说一下我的个人观点。那我们从技术上来看吧，图形上这里已经踩到了这个120周，也是0.618的一个回撤，但是呢。就是也没有出现底分型，前面是出现过底分型，但是这是被打掉了，又一段延续。我们看一下它的次级别，对吧？现在只有这段我们赚的是延续的钱，这个走势延续，比如说那个下跌，你如果做空的话，那么下跌延续的话你就赚钱，但是如果说下跌延续，你如果说做多的话，那你就亏钱，对吧？我们赚的都是走势延续的钱，这一点我们首先要清楚。那么，看一下这个它的次级别，想要看它是不是要延续，你需要多周期来看。缠论是一个3层滤网的一个系统，就是最少你要看3个周期。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就看2个周期，因为再细的话就稍微有点那个耽误时间了。但是呢，因为今天人不多，所以说我们尽量讲的那个多一点。那么在它的次级别，也就是周线的次级别，也就是日线嘛，对吧？在日线上，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图形结构，这是起跌点，构成了一个中枢，然后一次反弹给到一个3脉，然后再次下来。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看从这个起跌点，也就是说从这个中枢的150这个位置，它现在出现了3段。那么这3段首先观察一下有没有盘整背驰，对吧？这就是我们第一件要观察的就是第3段跟第1段比较有没有背驰，对吧？没有背驰的话，那它继续延续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对不对？那么说明它的空头的力量没有被消化掉啊。之所以要比较的原因就是我们要看现在多头的，就是空头的这个下跌的这个力度有没有被消化掉，有没有被多头消化掉。但现在它没有背驰，那意味着这段的下跌3跟1比较的话没有背驰啊。那么你这个时候进的话，如果说你想进场做多的话，相对来说就是有一点点的这个风险相对大一点。但是呢，我们一直说是3层滤网，那么我们还要看的是，首先在日线上是没有背驰，但是它的小周期内部结构饱满的话，我们也是可以进的。所以说我们是多周期来观察。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次级别，也就是1小时上，所以说是3层滤网嘛。周线、日线、1小时，你这样的话你的这个仓位就是一个立体的一个结构。我们看一下从143下来这段的一个内部，这样的话我们就因为1小时已经够我们交易了呀，对吧？你可能都不需要这个每天忙忙碌碌的，1-2天就能交易一次，一周能交易个2-3次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1小时上，这是起跌点，一个1、2，然后3，我们看一下这个高点有没有一个高点出来。127，127.74，127.75，这个刚好没出高点，这个差一点点没有出这高点，意味着这个反弹不够比呀，所以说还是一个1、2、3段，我们把这个1、2、3段给它补一下。所以说是1小时上也是出现了一个1、2、3段。那么我们现在测一下1小时上的这个1、2、3段有没有背驰？哎，已经有潜在的背驰了。
那个等比例在114，现在是出现在跌破0.618之后一个反弹，所以说这个位置是1小时这个周期是是可以进一点仓位的，1小时上现在是可以进一点仓位的。那么你进一点仓位之后，关注的点位在这里，我们把这个价格也标出来，126.23，对吧？所以说126.23就是你的这个第一目标位，反弹如果说到不了这里，那么你就还要再卖掉，因为它还有一个5，1、2、3、4、5，5这个位置可以多补一点。所以说现在你还是做反弹的，那么反弹的话，刚才说了126.3是这个目标位，所以针对这个 AMD 的话，就是先做1小时的反弹，那么1小时的反弹给到一个位置之后减一减。因为这个第三段啊，它的内部相对来说还是不够饱满的。那么你要是进场的话，就控制一下你的仓位，对吧？你就是1小时上先进一点。那么针对这个 AMD， 就是先做1小时上的那个反弹，然后再去做这个1小时上等待一个5段下跌，1小时上等待一个3的反弹之后，先看这个位置，上不去的话等一个5。如果说力度强一点，比如说冲到120小时均线也可以。我们把这个稍微清一下，现在图形稍微有点乱。冲到120小时均线也可以，对吧？那么这个地方的话，2买再加，所以说你就看它的力度嘛，看它力度强的话就再多拿一拿，即使碰到126.23的话也可以多拿一拿。碰不到的话，那就赶紧出来，对吧？所以说这就是盯着126.23这个位置就好了。这是针对这个 AMD。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有朋友问的谷歌185买入，张朋友问的谷歌这个。AMD 我再补充一点，就说1小时那个做完之后吧，1小时那个做完之后，这段如果说能够给到日线上，如果能够给到一个底分型也可以，你在日线上，因为它这里是没有背驰的，那你这里可以做一段反弹，起码要给到一个日的底分型，然后再看这个132这个位置，如果说132碰不到的话，那就再做5，相当于1小时跟日线上2段结构，你都是要做这个5段的，第5段的时候需要等待第5段的时候仓位加的大一点，对吧？先做1小时，1小时做完了再做日线，这样的话你这个2个周期就能够结合起来。这是针对这个 AMD， 但是还是要有耐心的慢慢做，这个毕竟它整体基本面应该也很了解了，所以说你要有耐心的去做它。我们看一下张朋友问的这个谷歌185买入，今天185买了，基本上买在了最低点吧，很厉害了，对不对？基本上就是一个，那他可能是盘前买的。我们看一下这谷歌这个的话，我们也是说过几次的，对吧？首先基本面，它之前也是什么这个。它是被这个欧盟有罚款嘛，又是要分拆它呀，对吧？各种负面的消息，然后现在这个新政府要上台了，那么拆分它这个事儿也有可能不了了之了。然后这个罚款的事儿，欧盟罚款的事儿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最近是它出了一个量子计算的一个东西出来了，对吧？这个也是震撼了很多人，那么造成了它这段的大幅上涨。那么现在它的图形上，首先基本面没有问题的话，就是看它的这个周期，我们一直盯的就是这个，现在是周线上，这是这波上涨，对吧？也打了高点，那么就看这段能不能够延续，还是一样的，我就观察能不能够延续。周线上现在是离开，那么我可以先比较一下这个周线上的进入段跟离开段，也就是从这个低点的位置比较。从115.83比较，为什么从115.83比较而不从83.45比较呢？这也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点位，就是说从115比较的原因是因为你在
你对中枢比较进入段跟离开段的时候，一定是两个级别相同的。什么叫级别相同呢？从 83.45 这里的话是一个1、2、3、4、5段，那么从148这个离开的话，只有一笔，那个线段前面是线段，后面是笔，它俩级别不同，对吧？那么线段的级别大，你笔的级别小，它俩是不能相比较的，不等的。所以说你要比较的话，就要找这个级别相同的段。那么级别相同的段呢，就是这里了，就是 115.83 这里。115.83 这是进入段跟离开段，那么它俩都是比，所以说我们要比较这个。我之前在我的那个视频里面还有这个直播都讲过，但在这里可能有一些新朋友，那我们再重复一下，对吧？关键的点位出来了，从这个起涨点，那么 187.57 刚好是这个等比例，现在是站上了 187.57， 对吧？那必须要有效站上 187.57 才能说这段是没有背驰的。那么有效站上，那么在缠论里面，或者说在传统理论里面，什么叫有效站上呢？就是在3个周期，现在是周线这个周期，那么需要3周，就3个周线的 周 K 线都在 187.57 之上，你才能说有效站上这个均线，或有效站上某一个位置。所以说啊，这就是这个针对谷歌，我现在虽然说是在187之上，但是我还不能说有效站上，需要再等2周或者3周的时间。那么现在这是在周线上，我们知道了是这么一个位置。那么再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日线上，对吧？这就是148这个起涨点，148到202，所有的这些都是周线上的一笔。我们看一下周线上的一笔在日线上是个什么结构。那么今天这个张朋友是在185进的，我们看一下他进场的这个依据，对吧？从这个165这个起涨点，也就是这个中枢的离开段，那么回撤到188是 0.382， 184.1是 0.5， 他买在了185，基本上就是刚好在这个 0.5 这上面，对吧？这非常抓的非常准的一个进场的一个位置。那么现在这个回撤呀，严格定义的话，也不用严格定义，回撤还不够比，今天还是一个这个反弹。如果说它这个现在因为只有4根 K 线嘛，对吧？那么如果说在不通过它回撤5根或者说回撤一笔的情况下，直接往上拉，小步的往上走，再次突破202.88，可不可以啊？当然可以了。任何的选择都是对的，市场任何选择都是对的，意味着1小时上它这里有3段而已。所以说如果说它这个力度能够很强的维持的话，那你可以继续拿，再次突破202.88之后再减，对吧？只要能够维持这个上升的力度。所以这是针对这个谷歌。如果说回撤呢，如果说回撤再次今天如果说只是一个反弹，然后下周再跌下来了，那么回撤够比了，那就看一下能不能够踩一脚184，甚至是179，也就是180附近吧。这个取整的话，对吧？那这样的话，针对这个中枢还是3买，还可以买，因为还可以再打高点，甚至是在这里做中枢也可以。那这样的话就是大 A 大 B， 然后还可以再离开，对吧？这就是我们利用模型，你一定要找到现在当下的走势跟我们的模型里面是哪段，你这样的话才能计划你要做哪段啊，对吧？那么我们利用这个的话，我们说一下这个模型是这样的，两个假设是一个趋势的话，这是模型。那么现在谷歌从148它在哪儿呢？它在这儿呢，它在小 B 段呢，对吧？现在可以假设它小 B 段，这就是类似我们在那个刑侦案件里面看的那个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对吧？你先假设它是小 B 段，这段是小 B 段，为什么说是假设呢？因为它还可以拉回来，它拉回到这个中枢的话，那就不是小 B 段了，它就是一个中枢震荡。如果说拉不回来，那就是小 B 段了。但是我们现在假设它是小 B 段，那你就按照小 B 段来做就完了，对不对？所以说利用模型找到现在的位置跟模型相比较处的是什么位置，你这样的话才能够去把你的这个仓位也好啊，你的结构也好，都能够结合起来，对吧？所以说一定心里面一定要时时刻刻有这个模型的位置。
那个这是针对这个谷歌，我想我说的已经挺清楚了。然后还有他说特斯拉想加仓，对吧？特斯拉的话我也是跟大家提过，在昨天的盘中解盘我也说过，我们要买回撤，而不是去做空它，因为它的大的结构并没有逆转的，它上涨的结构并没有逆转。我们就说一下这个特斯拉从182这个起涨点这里。在日线上，那么从182这个起涨，那么它的结构我们说一下，这里是有一个中枢，对吧？然后从这个离开，也就是212这个离开之后是一个3段，但是这段的这个回撤呀，因为它这个离开段是不够比的，这段是不够比的，所以说这个回撤的这个点位啊，只是一个强3买。只是一个次级别的一个3买，或者叫3 plus， 对吧？这个3买的话，因为它按照我们的结构来讲的话，或者按照定义的话，因为它进入段或者离开的这段不够比，所以说我们现在在我这里画的话，只是一个3段的一个结构。那么第3段我们之前也比较过了，它之前是尝试突破等比例，对吧？看。它尝试过1天2天突破455.75，也就是等比例的位置，但是没有有效站上，对吧？你最少要3个 K 线，那么日线的话需要3天，它在这个周3的时候被砸下来了，所以说没有有效突破455，也就没有出现这段就现在就不背驰了，对吧？之前是站上455的话是不背驰，现在回来了，那么就就背驰了。对吧？所以说现在就是看这里，你想加仓的话，那就看这里能不能够给到一笔回撤，到这些黄金分割的这些位置，还是一样，反过来测黄金分割。今天是刚好踩了一脚这个 0.382， 从这个最高点下来是 0.382，420， 那么最低点我们看一下 417.64， 对吧？这样你挂单的话也能，如果说你要是做短线日内的话，博这个位置的话，就挂在420。基本上就买在相对一个417，也算是最低点了吧，对不对？所以说，但是也跟刚才我们分析那个谷歌也是一样，因为它这里回撤只有3根 K 线，如果算上包含关系的这个的话，也只有4根，不够比。如果说它慢慢爬上去，再次打掉488，那么意味着1小时上是有3段了，对吧？你可以那个按照我们刚才分析谷歌很类似的，如果说力度强的话，但是如果说你想加仓的话，就看你是什么周期的，主要就看你的交易周期，对吧？你说你的交易周期如果说是日线的话，那么现在它其实是没有进场的位置的，因为它只有降低周期之后，用1小时的那个周期进场，才能够有交易的那个周期。那说明你的交易周期不是日线的，在日线上是没有位置的，所以说你只能降低周期到1小时上来找它的位置。那么1小时上这个位置是怎么找来的呢？是从它更小周期，我们看一下这个15分钟上，其实是15分钟上是有3段的。我们看15分钟这3段怎么来的，把15分钟这3段给它画一下。看一下15分钟刚好3段，从488这里把这2个高点低点都给它标出来，440。420，对吧？现在看的是15分钟这个周期，那么它在这个那个级别上的话，它跟1小时比就是1小时的次级别，对吧？这是这个级别，你要首先清楚你交易的是什么级别，它的次级别是什么级别，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找对级别。那么在1小时上我想进的时候，我需要看15分钟。那么在15分钟上的时候，今天这个低开刚好是跌破了420.02，对吧？然后我们在日线上我又知道了420这个位置又是420.04，又是0.382的这个位置。那么我记住了这个点位之后，今天跌破了420.02，然后15分钟上正好3段盘整背驰，然后 MACD 又爬到了这个位置，直接就有一个双背驰啊。价格比前面的这个420低 ，MACD 并没有出现一个新低，那么又类似一个空中加油的一个状态，就是 MACD 出现了一个空中加油，这个位置也是能按照技术上我们也是能抓的。
虽然说我们现在是用复盘的这个方式，但是我想的就是说，大家在我们做当下交易的时候，也要用同样的办法。所以说，你在这个在当下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把这个15分钟上的这个背驰给它抓住？那么这个就考功夫了，对吧？那么现在就是已经出现了这个反弹了，但是这个反弹我们看一下够不够比，还不够比，反弹还不够比，所以说等待一下，因为现在这个指数那边还在往上走，那么指数那边如果说能够力度往上继续爬的话，那么这个特斯拉的话，看能不能够往上冲到这个位置，也就是455附近吧，冲到455附近，但是这个 MACD 已经快到零轴了，看到没有 ？MACD 已经快到零轴了。那么如果说 MACD 到了零轴的话，如果说不能够继续再次张口往上走的话，基本上就受阻了。那么在15分钟上就会有中枢了，2次反弹有中枢。针对前面这里是进入段的话，还是在做反向中枢，还是可以往下走的。所以说呀，张朋友问想加仓，那我的建议就看还是就是说你的交易周期，最主要就是你的交易周期。你的交易周期首先要定下来，你交易的是什么周期的那个交易？你做的是15分钟的交易，还是1小时的交易，还是日线的交易？你只有把你的周期跟你的这个现在图形上的结构结合起来，你才能够知道你现在是加还是减。如果说你只是做一个短线的话，那肯定现在要准备要出了，而不是要加。如果说想加的话，那么就看到这里做出来中枢之后，反向，哎，进入段离开段有没有背驰？这个位置可能是我要加的。如果说出现背驰的话，如果说这段跌下来没有背驰，我可能还要等，因为这里可能在做第二个15分钟中枢之后，才有可能结束整个的这一段的一个1小时上的一个下跌。我们现在说的1小时上这个下跌，如果说刚才按照我们说的那个15分钟那个结构的话，1小时上这个下跌没结束呢，只是现在是在修复的一个过程中。所以说能不能够加的话，那还是回到刚才我说的，你的交易的周期是什么周期，才能够决定你现在是加还是减。然后再看第二个朋友问这个 SOUN，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一个小，这个我们之前好像也分析过，它是一个也是跟 AI 相关的一个小盘股。我们之前分析的时候，之前有朋友问的时候是最开始问的时候应该在这里，后来再问就在这里盘在中枢这里了。那么现在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直跟上来，还是说只是在发现大涨的时候才开始进。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它这个结构。那么现在针对这个 SOUN 的话，基本面首先你要自己了解一下，对吧？因为毕竟它盘子比较小。那么我们只是分析它的结构。我们看一下它这里回撤1、2、3、4不够，那就是直接从 3.5 到这个最高点都是1比，就是说所有的这些还只是从这个起涨点我们把它给标出来，也就是说现在所有的这些还只是周线上的一个离开，周线上这个中枢最低点在 0.93， 然后它就是还没有出现3买呢，或者是3卖，当然了，对吧？那么这是针对这个在周线上，我们通过这个周线图形，通过这个周线上，我们看它现在还没有脱离这个，还没有出现3买或者3卖，那么现在还是在这个 3.5 这个上涨。那么以 3.5 这个位置，我们把它给它高亮一下。这所有的这些都只是
周线上那一笔。那么在日线上的话，这里做了一个比较盘的比较大的一个中枢，对吧？这个中枢我们就不看它了。那么它的起涨点在哪儿呢？是在这个位置。哦，在日线上刚好给了一个300，可能是看一下 5.97， 然后这个日线的中枢，我们把这个看一下裸 K， 它在这一直震，然后这是一个日线的这个中枢啊，它应该是在这个位置了。我们看一下我当时画在哪里。其实这个是一个1、2、3段。那么如果说把这段，因为它是有过一个包含处理的，对吧？这个是一个1、2、3段下来。那么说按照现在的这个的话，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最高点是在这个价格，我们把它给标出来，比较一下是不是给了一个300，也是5.97，哇，看到没有？这个技术上还是非常牛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机构还是非常控盘还是非常牛的。这个最高点5.97，这个最低点5.97，看到没有？如果说呀，按照这个严格的话，这里其实是有一个中枢在这里，中枢是在这里的，因为这是一个1、2、3段，所以说中枢在这里。那么这个高点，我们把它价格也标出来，5.12。5.12，如果说你要是严格来的话，5.12是这个中枢的高点。为什么说的这么细呢？或者说这个数字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5.12 又怎样 ？5.97 又怎样呢？因为 5.12 或者说是 5.97 意味着这个回撤是不是3买，对吧？那么 5.97 的话就相当于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那么它就不是3买的，就是相当于一个离开。如果说以 5.12 的话，那这个位置就是3买，对吧？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稍微差一点都不一样的原因。那么如果说真的是一个3买的话，那么这个一个大段大幅的一个上升，那么就是相当于离开脱离这个中枢了，相当于脱离这个中枢，我不回来了，对吧？所以说呀，如果说而且它要是一个 5.12 作为一个3买的话，1、2、3、4、5、6、7、8、9，刚好9段哦，那就我们就以 5.12 这个作为3买了。那我刚好是一个9段那升级的，那这个太技术了，我们不得不，或者说我们因为它太技术了这个位置，所以说 5.97 是一个3买，5.97 是一个3买，然后现在出现离开，也就是说起涨点在这儿呢，我们把它的起涨点再给它标出来，这个价格，它这个图形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如果说你一直跟下来的话，应该非常兴奋的做这种图形，因为它走的非常技术，起涨点在 4.45， 起涨点在 4.45， 走的非常技术，这个图形走的也很牛逼啊，走的非常牛。我们把这个 4.45 这里给它标注出来，是一个起涨的位置。那么 4.45 起涨，然后尝试离开中枢，然后一个回撤没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一个3买，然后离开，对吧？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先目测的话也知道这个离开段是强的，就是比这个进入段强。我们比较一下这个离开和进入的这个力度，早已经突破了 1.618 了，对吧？那么因为这个盘子相对是比较小的，它的波动每天的波动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不能够说因为它已经涨了这么多了，你就只看涨，对吧？你看这个很多其他疫情期间那些股票，那都跌的都不成样，像那个 Moderna， 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小票，什么 Zoom。哇，涨上去多高，下来多高，还是非常吓人的。所以说，我们重要的是把成本降下来，一定时时刻刻想着你的持仓成本是多少。那么持仓成本一天不下来，那你就一天就不能够变成无风险，一定要把你的持仓变成无风险的。什么是无风险？零成本、负成本，对吧？那么现在就是看它这段 5.97 这段的一个上涨，看看它的内部，因为它的日线上没有回撤呀。它的有回撤，但是都不够比，这都有回撤，但是它的都是小周期的，所以说有回撤了，碰不到这个高点，我们把这个高点价格也给它标出来。7.84 的话还是买点，因为是一个1、2、3、4，对吧？然后还可以有5，甚至在这里做中枢，还可以打高点，对吧？那么现在你因为它走的已经很高了，你等待它回撤的时候再卖。
那就回吐好多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降低周期了，你这个时候就要多盯一盯它的小周期，你这样才能够尽量卖在这个相对的这个离这个拐点更接近的位置。我们先看一下这个1小时上，从这个起涨点 5.97， 1小时下面有一个中枢，对吧？这两个高低点我看一下，这里是有一个中枢，1小时，然后这里回撤是针对这个小中枢，针对这个小中枢是300，然后再次上去，然后在这里又出现了一次回撤。这个回撤我们比较一下有没有低点，这个最低点是在 18.88， 这个是在 18.93， 那么这是有包含关系了。所以说这个回撤呀，严格定义的话是不够比的，因为它这里有两个 K 线有包含关系，所以严格定义是不够比。但是一般的话就是一个1、2、3、4、5，一个5段，对吧？一个完美5段。那么一个5段之后，它又下来了。那么这里如果说这个段不当的话，那只是一个3。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从这个中枢上来这几个给它画出来。啊，因为它也有意义。你看它回撤的话，也没有把这个打掉，我们把它给画，把它当成一笔来画，也可以先这样画。好的，1小时上的结构也出来了。那么下面是这个第一个中枢 A 中枢，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是1小时，1小时 A 中枢，然后一个1、2、3、4、5离开，然后离开第5段弱了，看背驰，然后又回来了。回来之后跟前面这一段跟这个4浪回撤构成中枢了。那么现在这个中枢又第二个中枢也出来了，我们把这个第二个中枢也给它画出来，对吧？现在就是围绕第二个中枢震荡，你现在就是要做的就是拿一点小仓位，来做中枢震荡的差价操作就好了。上去了卖一卖，对吧？回来了再买一买。什么时候不能动呢？就是这个跌得很快的下去，它首先要跌破这个位置。17.86，它快速跌破17.86不背驰的时候你就不能动了，因为它可能要走1、2、3、4、5。所以说你现在做的操作就很简单了，就是中枢上面减一减，但是也不是说任何位置马上就要减，而是要观察它的次级别。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你要去盯着15分钟这段的15分钟，看看有没有两个结构、两段结构。我们一直说的，看看这种有没有这种结构，两个中枢饱满了卖一卖。就是在5分钟上或者15分钟上有没有这种结构，那就是利用区间套嘛，一点点降下去。但是如果说粗略操作的话也没有问题，你只要是赚的，你就可以大胆一点卖一卖，对吧？所以说就是在利用中枢震荡的差价操作就好了。这是针对这个SOUN， 我希望我讲的稍微挺细的，我觉得这样的话，针对我们以这种股票做例子来讲，你可以延伸到任何的股票里面。我不是说它就是它，任何的图形只要是 K 线的都是同一套办法，都是同一套系统。这就是缠论厉害的地方，它是大小通吃，对吧？老少皆宜。所以说这个学会了这个的话，你任何的股票你自己都能分析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个Palantir 也是2024年的大牛股。我们之前一直盯它的时候，我们之前分析的那个图形没有了，为啥没有呢？因为它应该是从纽交所移动到了纳斯达克，两个不同的交易所。所以说虽然说代码是一样的，但是图形是 K 线是不同的交易所的。那么我们之前画的是在纽交所内，现在这个没有了。但是我们之前分析的时候一直都在32的时候，或者说在28到32这个区间吧，在这个位置，我们当时就说打掉这个前面这个高点。看一下我之前在我的频道里面搜一下我之前根据这个 Palantir 的这个分析，我们当时在这里分析的时候就说打掉45是一个时间问题。为什么呢？看一下它的反弹，当时在30的时候，应该在这个位置，我们当时就说，突破45就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它是一个强反呢，它是一个强势的反弹。那么你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突破前面的高点，才说是一个时间问题，对吧？所以说0.618，一般弱势的话是不可能到这个位置的，
它可能碰一下，然后直接就掉头往下走也是可能的。但是要站上0.618的话，那只有强势状态才能出现这种情况，对吧？这是当时我们在这个位置分析为什么说，突破45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的原因。那么这是针对这个帕兰提尔在月线上，我们看一下它的小周期，因为小周期的图形没有了，我们再大概过一遍。那么它的起涨点就是在这个位置，是 5.92， 对吧？把这个价格给它标一下 ，5.92 是这波上涨的一个起涨点，然后下来这里是做了一个中枢，那么中枢的低点，我们把这个中枢给它画出来，然后它也是非常牛。它这个回撤也是给了一个300，我们把这个价格给它标出来，这是 20.24， 对吧？中枢的上沿在 20.24， 你看这个中枢的它这笔回撤的300 20.33， 你说这机构控盘多牛？这笔回撤 20.33， 中枢的上沿 20.24， 就是没回去，给到了一个周线的一个300，给到了一个周线300，然后一个1、2、3段。跟刚才那个苏因就是 SOUN 那个图形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一样的结构？虽然说那个是日线上的，但这个是周线上的，但结构一样啊，对吧？你学会了方法之后，任何的方法我们都可以用同一道办法。所以说呀，现在也是一个周线的一个3段，那么周线3段明显不背驰啊，怎么分析呢？那就是 20.33 它的次级比，对吧？看一下它的次级别的那个内部够不够饱满。日线上，到了这个 20.33 这个日线上，下面有一个中枢，这是我们之前分析过的。然后呢，它这个中枢也是非常窄幅的一个中枢，刚好在这个下面这个周线中枢上面，这里形成了一个日线中枢。然后这个回撤其实当时是比较大的，就是从这个价格是多少 29.83 直接砸回到中枢里面来了。这段时间杀的还是比较快的。如果说你没有这个理论，或者说拿不住的话，这很容易被清出去，你很容易被这个震出去。那么震出去的话，你就后面这段你基本上就很难再进了，对吧？那么下面有一个中枢之后，它现在开始尝试离开，1、2、3、4、5，所有的这些都是第5段。我们把这个日线第5段给它画一下，因为啊，我们或者我在频道里面经常说的是，5浪是这个尾浪，但是呢，没有100%的对应性。我现在不是往回找吧，对吧？5浪或者说缠论里面的5浪，但是缠论里面有7浪衰竭和9浪衰竭的2个模型呢，对吧？但是在波浪里面的话，就是这样一个5浪。基本上5浪的话是一个那个尾浪，或者说这个涨幅不会太大，因为它这里面是说在波浪里面是定义是第3浪不能是这个浪形里面最小的那个浪，但是并没有定义第5浪的大小，所以说没有100%的针对，没有100%的绝对性，说第5浪肯定就是最小，但是它这个帕兰提尔第5浪就非常大，1、2、3、4、5，这全是第5浪的一个结构，它的所有的回撤都不够比，还在第5浪，所以说呀，它现在是5浪结束之后，看看能不能给到一个6也想碰到这个高点是很难的，那么还可以有7，对吧？7之后看看是不是要在这里做中枢了，所以说这是这个。针对这个帕兰提尔，你就是有回来就大胆买就好了。那么想买的更精细的话，你就想降低周期，因为它现在这个状态的话，可能还能再次打掉这个80.91，但是不要追了。现在这个位置，你看它这个小周期，这里一堆，它的小周期上，起码日线60分钟吧，1小时上，它这个周期已经相对挺饱满了，不要追了。再次突破80.91的话，可以稍微减一减，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再做这个第6浪回撤。第6浪回撤的时候，可以再多买一些，然后看有没有7，然后看它是不是要在这里做中枢，对吧？所以说针对这个帕兰提尔的话，首先不要追，那么有回来的话，大胆往里买就好了。好的，这是针对这个帕兰提尔，然后我们再看一凡朋友，现在还有5、6分钟的时间，我们再分析1、2个，看他问的这个Broadcom 的话也是前几天这个应该是上周这个财报，上周五这个财报。对吧？那么周五是出现了一个24%的一个上涨，那么 Broadcom 也是
它的具体的那个业务的哪一块我是不知道，但是就是反正就是芯片嘛，芯片 AI 就这些堆就这一堆东西嘛。但是具体哪一块，它好像是跟那个基本面我就不那个班门弄斧了，我们就还是关注它的技术方面。那么在技术上，这个现在看的是周线，从41.5这个起涨点。这里有一个周中枢，然后在财报之前给到了一个300，对吧？那么周中枢我们也是比较过这个力度的，对吧？1、2、3段，然后当时等比例在215，那么这个财报的原因突到了1.618，对吧？1.618刚好在251.25，那么它最高点251.88，对吧？非常技术的一个点位，非常技术的一个点位，这是我们利用复盘，任何的一个黄金分割的这些位置都不能轻视它。对不对？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在这个21.88这个位置，那就因为它是1.618呀。那么他只是问这个，并没有说他的这个持仓，还有他的那个想问什么。但是已经到了这么一个明确的或明显的一个压力位的时候，看他是不是要回来。在它小周期上看它是不是要回来之后再往上突。那么这就是我们要分析157.54的原因。那么157.54上涨现在只有4周，对吧？但是它的上影线相对是偏长的，我们看一下它的日线上。但整体的这个图形肯定还是一个大牛股，对吧？没有任何已经要结束的一个迹象。看一下日线上最后这段。那么日线上从这个起涨点现在只是有1、2、3、4根 K 线，经过报完处理之后的话，只有3根还不够呢。我们先看一下从157.54，也就是周线上那个300。这个位置就是周线上那个300，对吧？那么看一下这个回撤了多少，还没到0.382，回撤的还是相对还是偏浅的，对吧？回撤还是偏浅的。那么再看一下它的1小时上，我们今天因为大家问的并不多，而现在也没有新的，所以说我们看一下它的1小时上有没有这个，因为它1小时上是可以走一个1、2、3、4、5的，然后再结束整个的日线上这一笔，对吧？因为周线上它这个一笔还没有结束呢，周线上这个300出现300之后的现在只有4根，但是我现在要强调一点，就是说不是必须要5根才能结束。我现在这个上涨有4根了，这是前面的结构，这是300，我把这个第4根给它画的大一点，也出现了高点，这个高点已经突破了，这是现在这个历史最高点，不需要5根才能结束。不是说100%要需要5根才能结束，就是说这根不成比的话，可不可以走反向？也可以的。所以说不要有固定的这个定式，不要僵化你的那个思维，说必须要成比之后才能掉头，不是的。那么一定要看它的小周期上，对吧？日线上现在还不够，现在连回撤1笔都不够，那就看一下1小时上。1小时这里是有过2次回撤，哎，1小时上有一个中枢。把1小时的中枢给它标一下，前面这里有回撤，这里也有回撤，但是这个回撤是不够比的。那么现在第一个中枢在哪儿呢？1小时上在下面这里。那么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然后这是财报啪打上去，然后回来还是1小时的一个300，对吧？你也可以从这个1小时上测一下有没有什么可进场的当下的位置，它是回踩到了0.382和0.5之间，然后给到一个底分型。对吧？这是前面这里尝试过出现底分型，尝试，我们不说了吗？你可能1次2次拿不准的话，分批进，不要想着老想一次买一个大底。小散户你就要有小散户的一个自觉，不要老觉得哎呀我就一次要买个大底，我的仓位全干进去就搏一次，不要有这种想法，分批进分批出。如果说你分析不够仔细的话，就分批进最多3次，就是说基本上等3个底分型吧，1次底分型尝试一下，2次底分型尝试一下，这样的话整体来上来它只要拉上起来，你的成本就立刻就盈利的。所以说不要老是想着一次就买个大底的那种心态，那样的话反而容易出错，你这样的话反而容易割掉。比如说你这全仓干进去了，你就要搏一下，他没给你，你就可能这一点你都扛不住。再加上如果说你用了那个 margin 的话，就是用了那个这个杠杆的话，你更扛不住了。所以说不要有赌的那种心态，分批进嘛，对吧？尤其是这种前期有大幅上涨的这种，
我可以2次、3次，最多3次。超过3次，如果说你还抓不到这个底的话，说明你的分析是有问题的，那么你就不能动了。超过3次，如果说还往下走，你就不能动了，因为你那样的话就没头了嘛。说明那你就要把你的精细度提高上来，而不是说去每次要分批加仓去，那就没完没了了。虽然说这也是一种交易方法，叫网格交易。网格交易就是，每跌5%我加一点，每跌5%加一点。但是我们用缠论的话，就不是要，就可以结合网格那种方法，每一个底分型，但是我们要结合双触发，看一下它的内部，对吧？现在就看这个反弹了，1小时上这个反弹的那个力度，那怎么测它的能到哪儿呢？或者潜在的位置，反过来测这个黄金分割，对吧？看能不能再冲到这些黄金分割的位置，到了这些位置之后，动能不行了，卖一卖。这样的话，它在这里要做中枢，做第2个1小时的中枢，这是这个大 B， 前面是大 A， 对吧？做完中枢之后，看看能不能再给一个高点，再次突破251，这样的话，日线上这一笔就可以结束了，对吧？这样的话，你这个周期就结合起来了。所以针对这个 Broadcom 的话，就看它反弹到的位置。好的，那么呢，时间的话刚好来到了北东时间12:01，那么也感谢这个会员朋友们的参与，那么我们也祝大家这个周末快乐。然后下周的话，因为圣诞节在圣诞节之前的话，应该还有下周2是圣诞节，但是圣诞节的 Eve。Christmas Eve， 但是这美股的话还要交易个半天，好像是，所以说在周2的那个盘中解盘的话，我们还会继续做，但是在这里就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吧。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再见。